这个南华早报联合报转载南华早报了，说川普跟习近平最快在4月会面，4月那是双方都以谁来看他作为外交的成就，但是看起来呢，说现在看起来川普去看习近平去会习近平，因为川普曾经选前就讲，我当选有100天内要跟习近平见面，所以他去跟习近平见面可能性比较大了那另外呢，所以呢说是下月嘛最快嘛那也有讲说呢这个北京希望避免外交风险，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个所谓生日高峰会。为什么呢？因为2个人都是6月生的都是6月生的那一个是14，一个川普14号，一个是1952年，一个是1948年所以这个川普年纪稍微大一点1948年，所以基本上既然6月都是生日，我们就来一个生日 party 如何？我们看一下。Yeah, at some point I will.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川普才说要跟习近平见面，隔天2家外媒揭露可能的时间点。香港南华早报消息，川习会最快在4月举行。川普方面希望习近平访问海湖庄园，但是中国希望更正式的会晤，目前就川普访问中国展开初步讨论。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点出，川习会6月登场，因为习近平生日6月15日，川普生日6月14日，只差1天，两国正筹划生日峰会，并点出北京倾向让川普访中，因为对习近平而言，去华盛顿存在风险，担心出现类似泽伦斯基遭公开斥责的画面，而北京希望这些计划能为正式的贸易谈判铺路。回应美国总统川普将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增加20%，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今天生效，总共大约有220亿美元的商品。川普以中国在毒品芬坦尼的问题对中国商品加征20%关税。华尔街日报也提到，在关税战加剧情况下，习近平赴美可能被视为向川普示弱。同时，共军正跟伊朗、俄罗斯在伊朗外海第5次联合军演，反美阵营的军事合作被视为想抗衡美国霸权。魏志远，我想这美国从这个川普这选前到选后，他急于把这像中东的战事，然后这个乌克兰的战事告一个段落。其实他就是有心要赶紧来回防，这是印太地区啦。好，所以中国因素无论是在地缘政治上面，甚至是在贸易战上面，确实在未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也看到川普各种的行为都代表他心中对于中国的议题他是非常非常的重视。那所以刚才前面我们大概讲到这个台积电，也确实台积电也因为它的要布局全球分散风险，所以它从2001年起从投资新加坡。投资这个中国，投资日本，到投资德国，其实作为这样国际型的企业在布局全球上面，我觉得未来它一定会选择对于企业当中最有利。当然现在讲说美中贸易战也会是台积电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那当然台积电现在投资这个美国，那就强调它就是产量已经爆了，它就是需要更多的量能，不够就是不够，不够就是不够。那所以除了台积电已经确定就是2奈米已经在高雄要设厂，未来1奈米现在也可能在谈，然后也有可能是南部的县市。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布局全球的脚步之下。美国确实现在看出来，美国的这个量能是占台积电的这个不到10%了，5到7%左右。好，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是说，这个台湾的各个企业以及我们政府官员也要密切注意美中贸易战未来的走向。我们都希望我们要壮大自己的企业，我们也鼓励我们的企业要布局全球，站稳我们在国际贸易上面的脚步，以获取我们在贸易上面的竞争力。那个志海
我想我们刚刚讨论了，前面都在讨论说，谈到了美国的关税，或者谈到了台积电。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步的讨论中美之间两位领导人会不会见面？我想它有个脉络可循。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台积电变成了美国两手策略的一个样板了。那会不会到未来到4月份、5月份，两位领导人真的见面的时候，更进一步扩大，变成台湾成为了一个不管是他们交换的条件，或者是一个样板？我想过去台积电要准备赴美投资之前，没有跟赖政府来说。那么赖政府呢，里面有这个经济部长，到后来自己承认，其实事前是没有说的。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到5月的时候再度重演，因为从现在开始，3月份已经在讨论有没有生日高峰会，不管是在6月、在5月，台湾有没有做好准备，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哦。那么回到刚刚一直在提到的未来的这个经济会如何走，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当台积电变成了美国的两手策略的一个样板的时候，进一步我们来探讨的是这个川普性的衰退。现在已经有这个字眼出现了，就是说川普呢，他长期以来用一些恐吓性的字眼，然后呢，为全球的经济带来的是短多长空。好，为什么说短多长空？因为在关税的壁垒上头呢，短期之内看起来好像对美国有利，但是对全球的整个的经济的这个开放来说，看起来是不利的。另外呢，是一个这个他们在政府的支出现在要缩减。短期看起来好像是要减少他们政府的开支，然后呢，对美国的经济有部分的帮助，但是长期看来，它对于这些就业率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再来，我们看到利空的部分，当然就是相对面的这个关税问题。这个关税问题不但是把它的盟友，包含了加拿大、墨西哥全部都惹毛了，连过去的盟友现在都可以变成敌人。再来就是整个的就业问题哦，其实最新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兼职人口，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是增加了46万人，然后另外呢，它的消费性工作其实是减少了1.6万，这整体看得出来呢，其实都有一种恐慌性在整个市场上蔓延，而这个恐慌呢，不只是在美国，甚至已经蔓延到台股。我们可以看到台股呢，在今天其实在技术性全面转空，而且是掼破年线。那未来台湾是不是还是会顺应着台湾这个美国所带来的这种很可怕的恐慌性卖压，进一步呢让台股继续往下来走？我们要再次的要呼吁赖政府哦，其实呢，我们都期待一个领导人能够在大家很恐慌的时候站出来说句话，而不只是像是上周他在这个魏哲家董事长旁边当一个小股东，当一个股长部队，好像说哦，我买了你的股票，我帮你拍拍手。那请问一下，现在台股在恐慌性卖压的时候，我们的政府要做什么？未来如果进一步中美的两个领导人真的要见面了，我们台湾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处境？看看泽伦斯基，看看乌克兰，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个脉络可循的，大家千万不要轻忽。大家现在最怕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谈好就签了第4公报了。哦，台湾不知道会签什么？你认为他们俩会不会见面？见面要谈什么？一定见面，一定见面，看怎么个见法，是谁去谁来。第4个公报，我觉得也不用太伤心，也不用太烦恼。第4公报对台湾也未必不好。我觉得台积电的问题是因为过去蓝绿一致把台积电美化了，是情绪化的美化。台积电是伟大的民间企业，是全世界排名前10名的，大家都赞美，大家都肯定台湾以它为荣，但绝对不是护国神山。护国神山是胡说八道。那他现在他去了，我们变成护国半屏山了，乱讲对不对？而且呢，都说啊，这么去啊，拢会扛啊，会死咯，啊，变得安怎？这个山目前被压迫之下所做能够做的，台积电单项在政府也没有没有什么能力的时候所做的，还算次佳的决定。所以现在我们台湾呐，意见多得很啊，但是分成2派，一派叫以美恨川，骂台积啊，这样各位以美恨川骂台积啊，另外一派呢，亲美巴川。什么叫巴川呢？巴结川普了，亲美巴川援台积，替台积电圆谎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过1年以后再回头看，我觉得台积电没有犯下很大的错误。台积电呢，根本就不是护国神山。老公不打台湾，绝对不是因为台积电。大家听好这一句话。老师，那为什么那时候民进党天天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你都没有出来讲话了？哦，别讲，乱讲。你讲全国众口一致，你不敢？我一个人当然不敢啊，我才是晓得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吗？2300万人，你觉得我胆子有那么大？那我讲一下哦，我觉得台积电去美国啊，这个经济部长就露了馅嘛。
没有经过投审会，各位想一下，这是不行的，不行啊！依法是违法，他违法去啊，你不能说哎呀，事先有个总统报告，事先跟院长报告，他就去啊，美国的压力。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是违法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跟这个川普？因为他是美国爸爸，所以你就可以违法做这个事，要经过投审会。今天经济部长还讲说要经过投审会，也就是说要马后炮回来再审查啊，等于是挖嘛，都已经去了、啊，你看是不是？第二个说啊，这不会影响他在台湾的投资了，台湾还有好几个厂，可是你看哦，这个公司原来规划1年的这个叫资本支出要投资的了哈，400亿美金左右。那现在呢，1000亿，那加原来的650亿，那你可以看，有人讲4年了哈，4年到位啊，除以4不就1年就400亿？它的资本支出如果多少？400亿美金、500亿美金，没有钱了。其他县怎么办？你说啊，其他都不会影响，我照样投资，那是旧的投资。第三个，我要再次强调，这个支持这个案子的人很喜欢讲。说哎呀，我们去都是看比较 low end 的啦，高 high end 的放在台湾了，老美听了当然很生气啊！哎，你的研发人员1000人放在我这里东西看 low end 的哦，啊，你在台湾都是比较 high end， 他讲这个话，美国一定很生气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马上就要求你把最 high end 的这个研发人员通通来调过来。我们现在即便过去，我们对美国有一定的一个优势，这有，但是这个优势会随着时间经过慢慢的减少。所以 eventually 来讲的话，长期来讲的话，其实这个事情很多台湾人是很生气的，因为你把我们美化当做一个护国神山，然后总统讲几句讲几句话啊，也没有经过开大门走大路，投审会，你到底在哪里？我就想到昨天了，马英九不是被约谈吗？移民署，连这个移民署还主审官还是个副署长副署长曾几何时来约谈一个前国家的元首，然后只是因为他那个请大陆团来一个小女生讲一个中国台北，就这样子追杀到说要把我们的前总统这个要抓来去问，这个你会弄这，那他讲一个，陆委会移民署都讲依法行政，内政部说依法啊，依法啊，这个台积电有没有依法？没有依法啊，为什么他可以不依法？马英九事情就要依法。他根本马英九事情根本是借题发挥，他根本就不想看到大陆学生有组团来。哎，刚好你给我抓住了中国台北啊，这个大逆不道。20岁一个小女生在大陆就是讲中国台北嘛，她只是习惯讲，而且你要看上下文，她没有恶意嘛。她说恭喜很好，只是这句话哦被抓了放大啊，把马英九搞去哈，是这样。他的目的就是以后最好你不要来了哈。你刚刚讲，我告诉你，中华民国刑法有一个外患罪啊，103条到115条，这是2019年你们立法院修订的113条，应经政府授权之事项，未获授权，私与外国政府或其派遣之人为约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不管啊，足以损害于中华民国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换句话说，他本来是要打击你去大陆投资的，说政府啊没有跟你这个核准的，没有约好，你跑去不行，违法。那美国呢？你程序总要走嘛。任何对外投资都要投审会通过，一定一关一关。投审会是经济部主办，然后呢，很多部会都参在里面，然后去审查，对不对？那你现在就自己就答应川普了，不管他是川普了，玉皇大帝一样了。那你中华民国还是有程序要走嘛，你不能不走这个程序。而且按照经济部长讲，经济部长不是说我不知道哦，经济部长说事先政府不知道，不是我郭部长不知道，政府都不知道。对不对？然后行政院说：“哎，我们同步知道，什么叫同步知道？就看那个电视转播，他知道的嘛。这是政府吗？这是行政人该讲的话吗？需要再回来。那个条文。好 ，AIT 的处长叫古立言他说。美国可以做台湾可靠的能源来源。什么叫能源来源？包括核能、天然气，这个油啊什么，包括最主要还要讲是包括核能。天然气我们本来就要买了，
那所以呢，学者是说美国愿意提供核能，政府要接球，你不能不接球啊。老美已经正式公开讲 ，AIT 关心台湾的能源政策是早就关心了，以前只是私下关心，现在是公开讲了啊。而且前这个 AIT 的处长，对不对？那个什么司徒文，不是在我们的什么能源什么兵推已经讲，那台湾为什么不要核电呢？想不懂你什么道理啊？政策是可以改变的、啊，政策不是宗教啊。哦，我信这个永远不能变，没有这样的，甚至信仰都变了。南韩30%是核电了、大陆沿岸都是核电厂了，日本也恢复核电了。你台湾最大的竞争就是南韩了，那你将来的国际上怎么竞争？对吧？你现在谈 AI 讲一些吹牛，那都需要能源啊，那你怎么办呢？要搞那个风电，对不对？童子人讲你浪费土地，也在那边搞半天，那么一点点效率，对不对？没风的时候还没电，看那个风车那边不转哦。然后呢，只有冬天可能有电，冬天台湾不需要那么多电哦。然后太阳能把余温通通搞死了，对不对？这个真的是什么共生，什么余电共生，电生余死了啊。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强调能源韧性是很重要的。我们天天讲老公要打我们，老公要围我们，那你干嘛？天然气夏天只能存7天，冬天只能存10天，你那个船还要运天然气进来，那都这不是国安的问题吗？你们都在想些什么？我就不懂啊。哦，然后电价还要涨，台电已经赔将近5000亿了，还要挹注台电，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对不对？然后电还要这个说只涨什么商业用电，商业用电不会转移给民间了，它不会转嫁，一定会嘛。好，胡立人讲完吴思瑶，民进党吴思瑶党辩还说，哎呀，核能不是唯一选项，我们有很多其他选项。当然也没有叫你台湾100%是核电嘛，没有人这样叫你啊。但是至少你核1、核2、核3，对不对？每个厂的因为折旧已经差不多折光了，一度1块钱，你去搞那个5、6块的电，然后这1块钱你不要去平均一下，这不是也很奇怪吗？到底想些什么东西？你们数学是不是很烂啊？我真的不知道。好吧，周荣泰说好，大家问他，他不敢去反对 AIT 啊，看到美国就吓死了。他说呢，如果有新的技术，我们可以考虑。新技术当然很好了。什么叫新技术？这种什么小型核电厂啊 ，MSR 啊，然后呢，或是什么核融合等，那核融合还早了哈。你旧的我讲过，你核1、核2、核3厂那边明明美国可以用60年，日本可以60年，欧洲可以用60年，你用40年，跟他延20年嘛。当然要检查安全性，然后要重新添购很多设备。你为什么不考虑这个呢？就新技术，好吧？今天讲的是有一个新的技术，你要设在哪里？你在哪里设厂？你告诉我，然后居民不会反对，你还能去设厂。而且新技术也有废料啊，你不天天讲核废料，因为有核废料不行吗？在哪里？就胡扯乱扯一通。真的有时候我被他真的觉得是很气死啊！我们看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日前接受平面媒体专访，关切台湾企业需要稳定的机载电力，提及台湾高度依赖从国外进口的能源，而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出口国，可以成为提供液态天然气、再生能源、核能等能源的可靠伙伴。更说，若放眼全世界，可以看到美国与日本等国的核能使用都有复兴的现象。那今天是古立言这都前后的 AIT 处长。都来表达说对台湾能源政策的优先，对任何一种能源，我们都抱持的这个欢迎的态度没有说哪一个能源一定要用，哪个能源一定不用绿营则痛批蓝营故意用一刀切割法，指示 AIT 处长发言引发议论。怎么看？会不会说觉得 AIT 那边在推销美国的核能部分？会觉得古立言的发言有美国对下面的疑虑吗？外交部长没回应，卓奎则强调，今年5月17日，核3厂2号机组将进到除役时间，会在法律规定底下进行必要程序。不过，民进党对于非核家园的态度是否持续调整？我们不排除在核能的安全跟社会有共识底下，而且对于核废料的处理，我们有进到另一个不会让后人所这个疑虑的这个状况。那对于新的核能，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说要有前提，但半导体和 AI 产业用电是否充足，就怕时间不等人。来，这个志海。我们看到呢，古立言他的说法其实有2个东西非常值得关注。第一个，他说能源不足是台积电赴海外
的一个原因。其实我觉得他讲这番话，因为 AIT 长期以来都在关注台湾情势，然后希望能够增加台湾人对美国人的好感。但是为什么这一阵子可以看到很多人对于美国产生了相当大的疑虑？就像刚刚大佬说的，现在更多人产生了以美论，就连我身边有一些民进党的朋友们都是这样。那么他们希望能够降低这样子的恶感，所以他说出了这样话：能源不足也是台积电赴海外的一个主要原因。降低以美论，不光是我们川普逼他的啦，对，你台湾条件不好嘛？对，我们也在帮你。换句话说就是这样子，还要讨个便宜，得了便宜还要卖乖。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二个，美国可以作为台湾可靠的能源来源，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猜啦，那到底可靠的能源来源到底是天然气、液态天然气还是核电呢？又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的选项？那今天早上这个吴思瑶干事，他是这个吴思瑶干事长，他已经说了嘛，他说不要把它完全的牵连过去，它不必然等于是核电的选项。好，那我们就要问，难道是天然气吗？那么台湾现在呢，在燃烧天然气的比例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而且已经要跟美国买了。是2019年的时候开始购买，到原本呢是购买50万吨，到最新的数字已经高达208万吨，等于说10%的占比都是跟美国买，所以现在是买了10%不够，接下来还要你来买更多。那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可能是天然气也要你买，核电也要你买？那我想这个可能是不能够排除的，因为现在美国他们自己的一个内部经济的疲软，它当然要向外来找财源。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能源，还有就是军事。我们还是要说，如果说台湾的政府要把所有的不管是能源或军事的整个主动权全部都灌注在美国的身上，也就是我们非常被动的依赖美国，那台湾的自主性到底在哪里？未来如果说我们不管是国安上头，或者是能源的来源都要过分的依赖美国，那么台湾的国家安全到底在哪里？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美国当然它也是商业了哈，它为什么关心我们的核电？因为我们核1、核2、核3、核4 4个厂，不是美国的 Westinghouse 就是GE提供的。只有，而且全世界大概也能做的也不多了哈，你总不能去买法国的嘛？对，美国就盯死你，敢去买法国的东西吗？大概就是核能发电厂分2部分，一部分是这个核能一部分是发电发电需要能量来嘛。如果核能部分是西屋的话呢，发电就是GE；如果核能部分是这个奇异的话呢，发电就是西屋就是这2个公司把台湾的核电的生意都抢去。但是你核1、核2、核3，就算是要重新启用，很多设备还是要重新买的啦，很多新的东西还是要有，还是要跟美国买了所以美国为什么有关切？一方面当然也是关切你的能源来源嘛。假如说你都是靠天然气，我刚刚讲的国安也有问题啊，美国也担心台湾的国安嘛，所以对美国来讲，反正你买我天然气好，买我核能好，都是买我的，但是呢，你还是能源应该要这个多角化了不能说都专注独孤一味是不行的啦。这样，对不起，我补充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天的时候，核3厂这边有发生一个火灾？其实它的火灾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内部呢要把一个厂区核电相关的设备的水塔把它移除掉。那现在呢，在法规上你没有要延役的打算，然后呢，你的厂区很多东西你要处分掉。未来如果你还要再跟美国去买这些能源棒的话，台湾的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了嘛？我们现在看不到赖政府一个非常明确的能源政策，这是最可怕的地方。继续再回来。